係咁網友，即係講伊朗咧就講咗幾日㗎啦。咁咧而家咧就話就係有個48小時嘅 ultimatum 俾伊朗，即係答覆係唔係喺核問題上邊讓步？如果讓步點樣讓法？如果佢肯讓步咧，美國就會再同伊朗傾；如果佢冇實質上讓步咧，就打㗎啦。咁究竟雙方係諗緊乜嘢嘢呢？我希望將雙方嘅心理同埋計算清楚地話俾大家聽。我哋係面對另一場戰爭嚇，我覺得好難避免㗎啦。你估係 Donald Trump 倒贏啊，還是哈梅內伊倒贏呢？呢個就係好啦。呢個男士英姿煥發套餐係好抵嘅，因為咧佢有好多場呢個健康嘅 factor 喺入邊啦。大家都知道亞精胺啦，亞精胺就係等你細胞自噬㗎啦。呢個 Q10啦、端粒體啦、維他命啦，加埋588蚊啫，食2個月。你食下你就知道對你好有益嘅。呢個就係美國同伊朗之間嘅核談判啊。如果伊朗喺未來48小時，其實呢個係最後通牒。最後通牒咧叫 ultimatum 啊。嗰陣時我睇梁啟超咧就譯做哀的美頓書嘅。嗰陣時我哋讀書嗰時就叫哀的美頓書。一個具體詳細嘅核協議提案，你要俾個 counter proposal。你俾到個 counter proposal 咧，星期五就傾啦。目前呢幫外交勢力就係發動大規模聯合軍事行動之前嘅最後一次機會。冇廢話講，你讓步讓到咩程度？你 send 俾我，我睇完決定打唔打你。呢個行動可能直接鎖定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呢次係針對埋哈梅內伊，佢唔係學午夜之鎚咁樣打一日就算啦，係籌備咗個幾月。呢次咧點都要打個零2個禮拜嘅，呢個係，所以咧叫做午夜之重鎚啊。好啦，空中 B2 隱形戰鬥機完成咗掛彈，林肯號、福特號進入作戰位置，好多愛國者導彈去咗。呢一個係而家 Donald Trump 就將呢啲重武器擺晒喺度，你就應該讓步。佢其實最希望你讓步。Donald Trump 真係唔希望造成大型死傷嘅。嗱，呢個我係好清楚佢嘅。佢幾次都打伊朗咧，佢都收翻轉頭嘅。其實係佢都收翻轉頭。但係呢次咧，佢決定倒落去。我要解釋佢點解呢次肯倒落去，因為一個好危險嘅賭博啊！午夜之鎚就去炸一炸佢嗰啲核設施同導彈設施啫。而家咧就係美國嘅特使都話嗰次炸冇乜用，今次咧就唔係啊，加咗好多重型鑽地彈啊！我諗真係掟10個8個落去嘅呢個，同埋掟哈梅內伊可能匿埋嘅地方。呢次一打咧就打1-2個禮拜，唔係打一下就停嘅。呢個係好違反呢個 Donald Trump 嘅性格嘅，因為 Donald Trump 咧會打嘅地方咧，一般嚟講就喺美洲，然後咧就西太平洋、中東咧，佢真係唔想干預。Donald Trump 特別回顧舊年6月雙方談判破局之後咧，佢出動 B2 匿蹤轟炸機空襲核設施。我哋本來可以達成協議嘅，唔係派 B2 去摧毀佢哋核能力，但最後我哋唔能夠唔咁做。B2 轟炸機啊，呢啲咁犀利嘅飛機咧，嗰個唔可以停喺國外嘅，好容易俾人哋裝到，係喺國內嘅空軍基地。11000公里可以飛去世界任何地方，咁咧就係咁嘅。但係咧你要飛翻轉頭噶嘛，咁所以咧就空中加油嘅，由美國飛跨越大西洋嚇。聽過美國咧，你點樣知道美國係 serious 咧？佢其實得13架，佢最重要嗰13架呢個空中預警機、空戰機咧。妥善率咧就得7-8架嘅啫，擺咗6架喺度，擺咗6架喺中東，係監視整體戰場態勢，驚伊朗嘅導彈反擊。
然後呢，就擺咗啲加油機，不停喺空中巡邏，等你估唔到由邊個方向飛嚟，呢個就係咁。好啦，大家知道 B-2轟炸機就係美國最大嘅殺器，起飛重量啊，大家睇下呢個可最大起飛重200噸嘅，呢個200噸嘅，可以掛500磅嘅炸彈80個，最昂貴嘅飛機嚟嘅，2000磅嘅炸彈16個，或者2個碉堡。今次唔係1兩架，係出5、6架噶啦。呢個就係呢一個就係個起落架。呢一個舊年6月用 B-2空襲伊朗已經展示過火力噶啦。呢個就係午夜重錘出動7架，往返超過30小時，係最大嘅 B-2轟炸機，用巨型鑽地彈。上次呢個就係呢一個就係巨型鑽地彈14個，今次咧就再追炸佢，出動 B-2。美國駐黎巴嫩大使館撤離非緊急人員，恐怕佢報復。其實咧喺啲空軍基地都係撤離緊急人員嘅。例如貝魯特大使館，因為咧黎巴嫩咧好容易俾人哋襲擊啊嘛。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嘅安全局勢疑慮，緊急政府人員家屬撤離，50個美國大使館人員漏夜離開，32個工作人員同佢家屬23號搭飛機離開。呢個就係好啦。戰艦方面呢，長期追蹤美國軍艦動態嘅 USNI News 23號，美軍福特號航艦打擊群喺上個週五通過福特號直布羅陀，佢上次報又喺呢度嘅，上次打伊朗佢又喺地中海嘅，呢架喺地中海兩面夾擊。呢個林肯號喺波斯灣附近，福特號喺地中海由西北方咁樣落嚟威懾，兩邊夾攻。呢個林肯號喺呢度。Donald Trump 喺 Truth Social 發表聲明主流媒體流大量傳言話呢一個 Dennis Kane 反對我對伊朗開戰係錯嘅。嗰個新聞咧我有講過話預備開戰咧有2個人反對，一個就 Vance， 一個咧就係 Daniel Kane。佢而家話 Daniel Kane 反對係錯嘅，咁即係 Vance 真係反對。MAGA 派嘅核心觀念係唔想喺美洲以外去打仗嘅。關於所有潛在美伊戰爭嘅報導都係錯嘅，居心叵測。你哋講乜都冇用，我係最終下定決心嗰個，我係想達成協議嘅，但係佢要求協議包括咗幾點，包括咗邊幾點啊？第一就係放棄晒所有嘅呢個濃縮鈾，以後再唔煉濃縮鈾。第一點。第二點，放棄遠程導彈，同埋限制導彈嘅數目。第三，唔可以再支持哈馬斯、真主黨、恐怖主義。第四，同中俄劃清界線。呢個係投降嘅條件，佢就唔需要呢一個伊朗轉換政權，但係咁樣同轉換政權冇大分別。如果我哋冇辦法達成協議，即係如果伊朗唔屈服呢，對嗰個國家嚟講係非常糟糕嘅一日，對嗰度偉大嘅人民非常悲傷，本來唔應該發生喺佢哋身上嘅。嗱，我可以話俾你聽呢，以我對 Donald Trump 嘅熟悉呢，佢已經下定咗決心，只要伊朗，即係伊朗，我上面講嘅4個條件，如果應承唔到大半呢，佢就 go ahead 噶啦。呢個好突然反 Donald Trump 嘅性格啊，因為呢，佢係好怕打場仗呢係拖落去，尤其是伊朗一定會嘗試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會令到個通脹呢係狂飆嘅。呢個就係，如果短期內搞唔掂呢，佢嘅中期選舉呢可以唔使選啦。我話俾你聽，
好啦 ，Donald Trump 嘅計算，商業毀滅邏輯同中期選舉。Donald Trump 問點解我哋展示咗絕對武力之後，佢哋仲未屈服咧 ？Donald Trump 唔明喎，呢個係嗱，要咁大規模嘅戰爭咧 ，Donald Trump 冇打過嘅。佢從來都係欺負嗰啲容易欺負嘅人，馬杜羅咁都一日去打呢個尼日利亞咁樣去打完一日就當冇事發生嘅咯。一個持續嘅戰爭，尤其是可以影響呢個供應鏈嘅石油嘅供應鏈，係一個搏命嘅豪賭嚟嘅。政治動機，中期選舉危機，2026年11月選舉在即。關稅政策導致國內物價波動，尤其是最高法院否定咗個關稅，佢一定要急於顯示佢嘅強勢領導地位 ，spin out，spin 咗佢，等啲人咧覺得佢係一個強勢嘅領導，呢個係想喺1、2個月內迫使伊朗崩潰或者屈服。用外交勝利平息國內通脹，嗱呢個 A 條件。B 條件，歷史債務對佢好傷嘅。2026年1月，伊朗學生示威，佢話 help is on the way， 叫我冇去到。呢個政治威信破產，佢覺得欠咗啲伊朗人嘅。仲有 C， 佢覺得伊朗好脆弱。你會睇見佢已經夾埋，即係啲學生嚟響應佢，庫爾德族人響應佢。佢覺得伊朗政權係非常之脆弱，應該係會屈服嘅，所以佢敢去賭。好啦，哈門內伊點呢？好明顯，伊朗冇力量對抗，尤其是阻止唔到呢一個美國去轟炸佢。佢咁。哈梅內伊向拉里賈尼下達密令，所有國家嘅關鍵職位都揾咗4級繼承人。佢係預備死㗎啦，佢已經係殉教，殺咗個嗱呢4級有 A、B、C、D 4個人啦。如果你殺 A、B、C、D 咧，永遠都唔會喺埋一齊。你殺咗 A 就 B 繼位，B 死咗就 C 繼位。C 死咗就 D 繼位，順過繼位咁如果你殺到 A、B 咁，又再揾夠4個咯。呢個就係權力自動化機制，最高領袖唔係淨係佢嘅職位，每一個重要嘅職位都有4個繼承人喺度。拉唔要自己嘅仔要拉你揀嚟，因為呢個人係控制個安全部隊控制得好好嘅，好有韌性革命衛隊嘅核心指揮官，安全委員會預備嘅人選，意味着即使斬首，你可以殺到我哋一啲人，但係唔會個指揮鏈條唔會中斷，持續反擊。賭注計算，伊朗深知 Donald Trump 嘅軟肋就係時間同埋油價。哈梅內伊賭嘅係，只要戰爭拖3、4個月。佢局部封鎖到霍爾木茲海峽，個油價可能去到150蚊，3、4個月就冇命啦。因為美國人民對嗰個物價非常之敏感，美國選民都會對 Donald Trump 反噬，佢選擇殉教，要將 Donald Trump 拖入中期選舉失敗嘅10月，呢個就係佢嘅計算。呢個就係好啦，布蘭特原油上個禮拜漲5%去到72.34一路以前係60蚊嘅，呢個係呢個係市場等緊呢件事發生。第一，會唔會開戰？一定開戰，幾乎一定開戰。第二，會封鎖到幾多霍爾木茲海峽？呢個就係伊朗全力會做嘅嘢，同埋佢嗰啲導彈咧，佢有1500個導彈，點樣使用法？其實打以色列同打美國啲基地都冇用，真正嘅痛點就係霍爾木茲海峽。戰略錯位，兩種邏輯直接對撞。美國係諗住
用極端施壓逼使你投降或者散咗，用閃電戰一定要11月挽救11月嘅選情，一定要1-2個月搞掂，如果唔係就大鑊。所以我用泰山壓頂嘅力量，但係佢有一樣嘢估唔到喎，宗教聖權呢，嗰啲人可以死嘅喎，為咗個宗教係唔可以唔怕死嘅喎。好啦，伊朗就覺得烈士死亡嘅引誘高於妥協，尤其是佢86歲，佢情願死，歷史留名，會上天堂，上到天堂有77個處女，好中意做烈士嘅伊斯蘭教啲人係，因此對佢嚟講佢唔驚，我哋就同你磨，引爆全球嘅油價。但係佢伊朗錯誤估計嘅嘢咧就係，你係肯咁啫，成個伊朗政府、伊朗人民，你係坐喺個火山上邊，你控唔控制到個局勢？會唔會一下爆炸，炸到你嘅政權4分5裂呢？你估呢兩個邊樣嘢啱呢？失控變數呢個 Donald Trump 就賭呢樣嘢會發生。哈梅內伊覺得佢哋可以控制到學生示威再起，呢個好明顯係 coordinate 嚟咗噶啦。點解一定係呢幾日打呢？因為唔可以遲打，呢學生示威就會俾人鎮壓。2月21號各大高校爆發40日制，上至死亡，上至鎮壓咗40日。年輕一代無所畏懼，挑戰革命衛隊。然後庫爾德族武裝結盟，5大庫爾德族反對派聯合作戰，美軍開火，即刻由西部邊境進攻。革命衛隊又要對付美軍，又要對付學生，又要對付庫爾德族人。佢哋庫爾德族人係會援助有支武裝部隊尋求自由民主嘅伊朗人。Bottom line， 暴力成本幾何倍數增長。Donald Trump 就要賭埋呢兩樣嘢，係會搞到你伊朗政權一係倒台，一係屈服。哈梅內伊覺得唔怕，我有班忠心嘅教士，我可以捱過去，同埋有班宗教狂熱分子喺革命衛隊嗰度。Donald Trump嘅誤判。成件事賭嘅就係伊朗政府究竟有幾多嘅韌性，佢忽略咗一個宗教意識形態嘅政權，死喺戰場上殉教嘅誘惑係高於談判桌上嘅妥協嘅，尤其是伊斯蘭教做烈士嘅，佢哋情願做烈士嘅。你有冇睇過嗰啲什葉派嗰個殉難節啊？攞啲鐵鏈鞭自己嘅背脊嘅，鞭到背脊開晒花嘅。如果打擊開始，伊朗冇預期崩潰，反而全球油價失控，佢喺中期選舉失敗成為定局，佢支持嘅示威者又被屠殺。但係我覺得佢決定咗，佢就去賭。哈梅內伊用9000萬人嘅苦難嚟到搞你嘅油價。哈梅內伊嘅策略非常殘酷，佢賭嘅係美國驚痛，伊朗人唔驚死亡。佢用4級接班展示不屈服嘅意志，然後佢自己死俾你睇，刺激起伊朗人嘅鬥志、民族主義精神。但係組織嘅韌性呢，係有閥值嘅，即係咧，你嘅韌性可以去到邊度呢？當內部嘅學生運動、外部庫爾德、美國人襲擊，為革命衛隊控制國家嘅暴力成本啊，將會幾何倍數增加。可唔可以真係撐到幾個月呢？
你哋俾個答案我，你覺得撐到定係撐唔到？大家喺後邊俾個反應我，你覺得係 Donald Trump 賭輸啊，還是哈梅內伊賭輸呢？呢件事最終判決2月27號嘅轉折點，閃擊戰同消耗戰嘅最後意志對決。Donald Trump 係要速戰速決嚟到救選情，哈梅內伊拖到選舉，以摧毀 Donald Trump， 換一個民主黨政府上嚟就可以開盤買。雙方已經下定決心一搏。而家所有嘅 body language 都話俾你聽，佢哋決定一搏。2月27號，中東歷史上最血腥，亦都最決定性嘅轉折點。呢個係伊朗收拾埋整個中東，以色列將無對手嚇。以色列就會幫美國做咗 crony， 控制整個中東，而控制晒所有嘅石油輸出。對中國非常不利嘅。好啦，江美儀送咗400斤臘腸，呢次唔係送呢一個加拿大野生牡丹蝦，甜到不得了嘅，呢個係價值680蚊。嗱，你食你買過 M&M 嗰啲唔好買，你未買過嗰啲咧，佢係等你試下嘅啫。你買488蚊一盒 M&M， 送1公斤呢個野生牡丹蝦俾你，做 sashimi 又好，打邊爐又好，都好食到不得了嘅。OK， 呢個賢健逆齡配方係有亞精胺 MNN 白藜蘆醇 TMG 嘅，呢個配方係天王無敵配方。佢嘅份量咧就係有呢啲嘢啦，400每日食450 mg 嘅 NMN， 呢個 TMG 白藜蘆醇，呢個加咗就亞精胺落去，有呢個醫學證明亞精胺同埋 NMN 一齊食嘅好處。NMN 白藜蘆醇亞精胺嘅協同作用係有晒所有延長壽命嘅秘方嘅，呢個就係嚇。咁今次咧就係過咗年，咁你送一個血壓計，你買一盒就送2個呢一個按摩貼俾你，總值414蚊。買第一盒咧就8折，第二盒咧就7折，1316，即係600幾蚊。買到第二盒600幾蚊咧，都係送一個血壓計俾你，加2個按摩貼。